好，持续关心，其实美国人呢并不想打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场战争开打之后，我们看到整个 Mega 在内部共和党人自己反弹哦。那民调针对于川普的民调也翻车了。美国现在经济衰退的几率，根据专家的说法，恐怕飙破50%。再来，另外今天我们也会关心，包括了加拿大、德国、英法都说中国大陆比美国更可靠。为什么在此刻喊出这样子的话？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中东战火进入到第3周，确实现在呢造成的就是国际油价一路狂飙哦，每桶飙破$100大关，连锁效应。今天可以看到，在全球持续的发酵，有几点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包括了燃料价格持续的飙涨，看到的是亚洲航空燃料附加费最高涨到3倍，所以呢，4月份开始，尤其在亚洲甚至全球的机票恐怕都会狂飙了。现在根据于专家的估算，恐怕价格飙涨将近10%。再来看到了是在化肥成本飙涨，氮气原料上涨幅度1周内狂涨了30%，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物流成本同样在飙升，也导致了因为物流而导致食品价格跟着出现了在美国半年来最大的涨幅，美国人民苦不堪言呐！再来是利率也在持续的飙升，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不断的上扬，房贷也跟着水涨船高。我们来看到华府到底烧了多少的成本，现在预估达到了120亿美元，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来自于穆迪特别做的一个警告：国际油价如果持续在飙涨，持续维持高档，在几周的话，美国经济衰退幅度恐怕超过50%。他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示警，说恐怕会掏空美国，成为美国经济的黑洞。上次哥怎么看这一场战争受害的会是美国老百姓跟美国的经济吗？就这2天，那么已经美国方面在民生物价方面已经开始可以感受到物价上涨跟通膨的这个威力。通常来讲，其实如果像油价波动所产生的通膨的影响，它不会马上了哈。但是因为这次就是荷姆斯海峡被掐住，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因为有油，而且他们现在赚美国自己的油商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油价跟着高，实际是受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民众。但是这里头可能比较大的影响性是什么？因为物价波动，尤其是有这样的通膨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现在 FED 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可能会升息哦。那要知道2026年大家想的是包括川普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主席嘛，取代鲍尔。整体的概念是他就是要降息，对。结果现在因为打了这美伊战争，不止降不了息，不可能啦！油价到这个地步，社会民生到这个地步，还要升息，而且现在是大概就是这2天的消息，认为一定会这样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哇，对川普来说还是很痛苦。当然，其实大家现在关注是不是对美国经济总体的影响，我个人来看是这样子。我认为还要再继续看哦，因为如果打下去，这个影响面才会出来。但是如果在接下来未来在1个月或2个月之内，比较还是会有结束的话，我认为其实影响可能会降到最低，因为我们就美伊战争发生这10几天以来看，在前几天到现在为止没有错，全世界的股市都在震荡，时价涨哇，时价跌，稍微没什么事情就涨。可是我们看它真的对美国经济影响吗？我觉得没有啊。比如说 AI， 辉达在这2天才刚刚宣布了他们的太空计划，所以有1兆的市场即将来，就涨得死去活来。所以也就是说，我在看就美伊战争的乌云并没有整个笼罩整个美国的全面的经济，特别是 AI， 包括美国股市的总体的变动没有。所以呢，来看美元本身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这个失控。美债的话也虽然就觉得债务太多，然后后面接下来美国要欠更多债务了，可是总体来说并没有那种狂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毕竟大家就要看哦，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衰美国经济，但我要表达美国经济它不只是美元，包括美债作为全世界的核心标准，主要是全世界的财富。有钱人的投资基本上都会在美国，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里头是全世界的财富在那里，而且这几年因为很多战争的关系，其实整个资本对于这种波动的这种战争的敏感性，我觉得已经有点脱敏。没有那么敏感，很快就会恢复，因为钱就是要一直赚钱。你说不要在美国股市，那美国要去哪个地方呢？欧洲也不行，中国现在慢慢吸点钱而已，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在美国。所以我认为没有像外界想象的这么糟。但是总体来说，必须得看美国，毕竟已经现在美国政府38兆的部分的债务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次在美伊战争当中，现在估计美国媒体估计120亿已经是小估，因为在新年家估计是前100个小时就已经花掉将近快40
亿了，每天要9亿，所以这个落差蛮大的。而且还有美国发射的导弹没有估，现在估的是这些人力啊跟几万人在那个地方花费的这些钱，所以债务有没有叠加，当然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但我认为还是要先影响到美国今年年底的期中大选之后，对于经济，比如说联总会当中没有办法控制住物价，那这样子的失序才会进一步的冲击到美国的经济整体。好，经济的问题还要再持续的做观察，但是物价其实已经直接反映在消费者身上了。那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美国尤其是川普他们的共和党期中选举呢？我们要来看到，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政治的根基。尤其现在路透社做的最新民调，将近60%美国民众是反对美国政府采激进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例如说出兵伊朗，或者是攻击伊朗，那包括了 Mega 的基本盘也开始做松动了。原因包括美军的伤亡数字不断的扩大，还有刚刚提到的油价冲击到生活。最后是美国人民认为说，这场战争为什么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尽头？说好的一下子结束，到现在都无法结束。共和党选群，委员怎么看？对啊，就像刚才上次哥讲的嘛，美国的经济跟金融霸权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哦。你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哦，所以呢，这么庞大的一个结构哦，要在一瞬之间崩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幸好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川普，因为呢，你说蚁穴要崩溃，这个蚁穴要崩溃可能要很久，可是因为川普他是拿着榔头去敲的，所以呢，敲起来大概比那个蚁穴那个蚂蚁要挖快多了哦。但是你说，就算川普拿着榔头去敲，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跟金融瓦解吗？当然也不至于。不过这场战争对美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的关键就在于它到底要打多久。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或者是美国现在的像共和党这些人是他们这么忧心的原因。各位如果回溯美国当时建立金融霸权的时候他是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列顿森林会议，他提出来的由美元去绑黄金的这个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什么时候垮掉的？因为打完越战垮了，因为一个漫长的越战把美国的国力全部消耗在里头了，所以整个当时所谓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就崩解掉了，就是因为越战啊。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崩解美国的金融跟经济霸权？只有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力、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难以这个负担跟承受的。就像刚才上次哥说的，美国国债已经38兆了，一年这个光付利息就要付1兆了。那现在打下去，如果打个几周就算了，如果打半年呢？打个1年呢？那到底美国要再负多少？这个负债要负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共和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在现阶段来说，他们一方面考虑到他们的期中选举，因为很多共和党的或者是 MAGA 的支持者都认为说，这是你川普当时承诺的，我们不要再派兵进入中东了，我们不要再打一些莫名其妙的战了。可打到现在，你还是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哦。所以对共和党的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已经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这个提出了很多的警告。就像刚才我们不断的在讨论要不要派地面部队，共和党很多政治人物都公开表达不应该要派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到这个伊朗去参战。美国现在所有的陆军大概军力在44万，海军陆战队18万，加起来就60万。美国把全60万派下去，你知道伊朗的这个国防军跟革命卫队加起来有超过100万啊！你要把这些人都派过去，然后跟这些人跟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和国民军做最后的殊死对决吗？刚才干哥讲说可以啊，你要控制荷姆兹海峡，你先把北边那个漫长的那个地区的区域给占领下来，美国能够占领得了吗？美国只要一旦派地面部队进去，这场战争就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咯。所以这是美国现在光是共和党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最近如果你看一些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视频他就会告诉你说，共和党的内部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了，包含川普自己的核心的圈子都有不同的意见了。比如说像 J.D. Vance， 你看 J.D. Vance 有多久没有出现在川普旁边了？以前川普随便干个什么事，那个 Vance 都要站在旁边的。那 Vance 现在去哪了呢？因为 Vance 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万斯本来就是一个反对这个介入伊朗战争的人啊。然后包含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国自己的军方人士啊。美国的这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主席，当时就是因为反对啊，就被撤换掉了。
那么包含美国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都不是如此。所以川普现在身边只围了很少数的一群人呢，就像赫格塞斯这种演员式的国防部部长这种少数的马屁精可能还围在他的旁边，为他擦脂抹粉但是川普自己的核心的这些决策圈都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好，现在不只是川普的决策圈，共和党里面的内部人士对川普有意见。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调最新显示，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有很多美国过去的这些盟友，也都对美国非常的有意见，包括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德英法。现在最新的民调说，中国比美国更可靠。那美国现在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掌控，甚至是新闻呢？因为政府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只要报道伊朗的讯息，他们说是有不实，这个不实是谁认定的？恐怕也是美国的政府自己认定的 FCC 那就可能会把记者的这个执照给撤销掉。干哥怎么看？联邦通讯委员会很像台湾的 NCC 它叫 FCC 啊 ，FCC 你知道？他做的事情跟我们台湾的那个 NCC 差不多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因为美国有一家最大的电视网叫 CNN，CNN 他上个礼拜报道一个新闻，他说哇，美国5架加油机被伊朗摧毁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的战力非常吃紧。CNN 是美国最权威的那个媒体嘛，对不对？那当时是在最第一时间的时候接获这个讯息之后。他马上就报道了，可是因为当时讯息还很混乱，后来 CNN 有经过更正但是问题是，你知道美国通讯委员会这个 FCC 的主席卡尔就说：“你小心你下次再这样乱报的话，我要把你的执照吊销。”大家有没有想到，这跟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我们的友台就是因为这样子，就算你事后更正也没有用，所以今天会让人家觉得说。美国你是崇尚什么自由民主，而且你是崇尚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滥觞之地。结果你今天竟然可以做到像这种等于是钳制人民自由、钳制新闻自由这种事情，你竟然做得出来。所以说，你知道川普的死对头加州州长纽森他就讲了。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你现在是在公然是要侵害宪法吗？对不对？你要知道，他提醒他，1934年远在快100年前，美国联邦就有一条法律，任何情况之下，政府不可以动用他的那个行政权来去干预媒体的报道，甚至以吊销执照为要挟。因为这个法案早就已经。”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是有的，可是卡尔他不管他认为像 CNN 报道这样子的新闻，就代表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成天就是有一些精神错乱的人巴不得美国打输这场战争，这是对美国政府最大的不信任，所以我们这个通信委员会一定要防止这种这个不实言论继续散布。你就会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常常听到像这样子的这种类似像政府的官方语言，你们会觉得说，连美国今天都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的话，你就要钳制新闻自由跟言论的自由，那将来的话，我跟你讲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卡尔他就变成了全民公敌，变成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川普你为了要营造属于有利于你的政治气氛的话。你连新闻媒体的报道你也要管，而且是拿你美国最大的新闻媒体给开刀。难怪现在美英德法的1万名年轻人，经过那个最新的民调说，我们还是比较相信未来的中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有 AI 领头羊之称，将来中国的 AI 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它的 AI 可以让我们任意使用，也不用像美国付那么多钱，还付那么多规费。所以说，1万人的民调。都倾向于相信未来的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我说，川普你现在是内外交迫吧？连你的盟友都不太相信你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